大家好，欢迎来到勇哥侃侃侃。今天我们说一下 ARGUSB 脚本套 CDN 的4套方案。无论你的端口有没有被封，你的 IP 有没有被抢，我们依旧可以开开心心的科学上网。好，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做。好，教程开始之前，建议大家先看一下勇哥之前的 ARGUSB 小钢炮脚本的第1期，因为有很多的设置及要求以及细节都在第1期说了。CDN 优选的话，最经常用到的传输协议就是 WS 传输协议。那 ARGUSB 脚本的话，目前就有一个 WS 传输协议，就是 VMAX 加 WS， 它的变量名称就是 VMPT。我们可以拉到下面模板2，找到 VMAX 加 WS。我们现在点击复制，粘贴到我们的记事本上。因为接下来4套方案的话，都是基于这一个模板脚本进行一个修改。首先，我们要应用的就是80系端口 CDN 优选节点。那它的域名要求是自备域名，域名已经托管在了 CF。它的服务器端口相关的变量，我们只要设置 VMPT 变量等于80系的可用端口就可以了。那勇哥的这一台 VPS 是支持80系端口的，那80系的7个端口随便选一个 VMPT 变量必须写一个端口2052吧，我们直接复制粘贴到我们的 VPS 回车，然后它会进行一个自动的安装。OK， 安装成功，然后输出节点，把这个 VMAX 节点直接复制，打开 V2N， 我们把这个节点粘贴到 V2N 上面。目前的话，它是一个直连协议的节点，并没有套上 CDN。接下来我们打开 CF 官网，选择你已托管在 CF 的域名，然后几个选项要注意一下。首先 SSL TLS 这里加密方式为灵活，不是灵活的话，你点击配置自定义 SSL TLS， 点击灵活，然后点击保存，然后边缘证书这里始终使用 HTTPS 保持关闭状态，这2点要注意。好，接下来点击 DNS， 然后右侧点击添加记录，我们复制 VPS 的 IP 类型，选择 A。注意，如果你是 IPv6 的话，选择4个 A；IPv4 选择1个 A。IPv4 地址输入你的 VPS IP 地址，名称这里随便写一个，我随便写个123。代理小黄云，如果你要用到其他直连协议的话，建议选择关闭，优选 IP 就有 CDN 的效果。然后我们点击保存，回到 V2N， 我们把地址切换为优选 IP， 它肯定是不通的。比如说地址改为优选 IP， 比如说 104.19.0.0， 然后点击确定，它肯定是不通的，因为它是一个直连节点，客户端地址写了优选 IP 是根本没有用的。现在我们只要把解析好的域名填写到伪装域名这里就可以了。解析好的域名的名称是123点，然后主域名，然后点击保存。那这样的话，这个节点就可以通了。右下角已经出现了它的 IP， 再测一下真连接，那这个节点就是可以用的。那这个优选 IP 的地址我随便填了一个，大家随意优选域名、优选 IP 随便。它的客户端端口设置，注意服务端与客户端的端口必须保持一致。如果它的服务器 IP 130.162.193.44 这个 IP 被强，那这个节点还是可以用的。如果它的端口被封了，那这个节点就不能用了。还有一点一定要注意，80系端口的节点某些免费域名是不可用的，所以你一定会碰到免费域名创建这个80系节点的时候，它的节点是不通的，所以它对域名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2套方案。第2套方案是端口回源 CDN 优选节点。同样域名还是需要托管在 CF， 但是服务器端口及相关的变量，它可以指定或者是随机可用端口。那端口回源的话，特别是针对那些 NetVPS， 它只给你那几个端口而已。比如说我在使用的 NetVPS 只给我使用12345这一个端口，那我把这里的 VMPT 改成12345，
那我现在的话要直接进行一个修改，脚本的末尾我输入空格 REP，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协议的变更。我们粘贴，然后回车，复制一下这个新的 VMAX 节点，复制，粘贴到 Victoria N。那目前默认的话，它还是一个直连节点，没有 CDN 效果。现在我们开始设置回源端口。好，打开 CF 的界面，解析名称为123的解析记录还在，我们就继续使用这一个解析记录吧。然后我们点击左侧规则，点击第一个概述，然后我们找到 ORIGINRULES， 我们点击创建规则，然后名称随便输，字段选择主机名，运算符选择等于，然后值就输入我们 IP 解析的域名，然后拉下来重写到我们的端口是12345，然后点击右下角部署。这个域名解析记录是不是有呢？那我原来的记录已经有了，所以我这里默认忽略就可以，直接点击部署规则。OK， 那这样的话就成功了。复制一下这个域名，作为我们客户端地址的伪装域名 host。你可以创建一个443端口以及7个80系端口。那我首先创建一个80系的节点，这里的端口12345改为80系端口，80系端口7个，那我随便写一个，比如说8880。那地址还是优选 IP、优选域名都可以啊，随便写一个，比如说 WTO.org 吧。这是一个80系的节点，没有 TLS。然后我们点击确定，我们看一下右下角聘值 IP 已经有了啊，说明这个节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80系其他节点我就不创建了啊，只是改一下端口就可以。现在我们创建一个443端口，右击克隆一个，点击进入，我们把它改成443端口443 TOS， 开启，跳过证书验证，选择 FALSE， 点击确定。注意，我这里指的443端口并不是443系，你只能用443这一个端口啊，其他443系的端口都不能用啊，这个大家要注意，把它设为活动服务器。大家可以看一下 Victoria N 右下角，它的聘值还是有的。那端口回源这个方案的话，一个443端口7个80系端口就是这样操作。针对 NetVPS 的用户来说，你就可以这样创建。服务器 IP 如果被强，节点依旧可用。如果它的服务器端口被封了，这里的端口指的是12345，那这两个节点就不可用了。同样，它的使用注意点还是80系的端口对某些免费域名是不可用的。接下来我们演示第3个方案。那第3个方案就是 ARGO 固定域名 CDN 优选节点。同样，它的域名要求还是要自备域名托管在 CF。然而它的服务器端口及相关变量的话，多出了很多设置啊。那首先我们看一下项目里面有一个模板可以直接应用啊。模板3的 ARGO 临时固定域名隧道，这里有一个仅 ARGO 固定隧道节点，点击复制，然后粘贴到我们的模板这里。首先我们的端口 VMPT 必须要指定一个可用的端口，那我这里随便写一个，比如说54321吧。然后 ARGO 是 Y，AGN 是解析的 CF 域名， AGK 是 CF 获取的 token。 那我们这里依旧要进入 CF 的主页，点击左侧 Zero Trust， 然后我们点击网络 TUNNELS， 点击进入，点击添加隧道，然后再点击选择 Cloudflare， 隧道名称随便写一个，点击右侧保存隧道，然后它会出现一个 token， 我们复制这里的 token， 点击复制，我们在空白处粘贴一下，然后我们复制第2行EY 开头的 token， 把 AGK 后面 CF 获取的 token 这些字全部覆盖掉，粘贴。
接下来回到 CF 界面，我们继续点击右下角下一步。接下来我们要创建域名，首先子域的名称随便写，我这里随便写一个456，然后这里的域我还是选择 ygkkk.gq， 那它下面也提示了 DNS 记录它会自动创建，我们不用管它。然后下面的服务类型选择 HTTP， 注意 URL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我建议大家还是在下面的例如这里直接复制吧，从 localhost 后面全部复制一下，粘贴到这里。然后我们要把8001给去掉，原先我指定的是54321，我这里必须写上54321，两边保持一致，54321，然后点击完成设置。那这个隧道我们已经创建完成了，解析的 CF 域名忘记复制了啊，右边的3点配置，点击公共主机名，我们把这个域名点开吧，复制一下这里的变量，改成这一个域名。那目前的话，这个固定域名它是无效的啊，显示报错1033，这个无所谓。那现在我们已经把 ARGO 固定域名的脚本已经制作完成，4个变量都已经填写完毕。那我原先已经安装过了，那我必须在末尾输入空格 REP， 然后我们复制这一行，粘贴，回车，重置完成，开始更新协议，开始申请固定隧道，申请成功，节点都已经显示出来了。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固定域名，我们刷新一下，它就会显示404报错啊，刷新一下 ，OK， 显示404报错。如果你发现你的域名是404报错的话，那你的隧道肯定是没问题啊。那我这里直接复制一个443和一个80，粘贴，我直接选中这2个节点，我们直接测一下真连接。OK 啊，那80系怎么会是-1呢？随便改一个末尾数字啊，比如说0改成7，再拼一下，应该就可以了。OK 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客户端端口设置要点，这里啊，443系端口和80系端口都可以使用啊。那443系的话有6个端口，80系端口有7个端口，那加起来一共有13个端口都可以使用。你也可以输入这里的快捷代码，我们粘贴。那这里的话就有一整排13个 ARGO 节点，分为6个443系以及7个80系。同样，它的服务器 IP 如果被强，节点依旧可用；如果是服务器的端口被强，这里就有区别于方案1和方案2了。这里指的端口是54321，就是主节点的端口如果被强了，那 ARGO 的节点依旧可用。那同样的，它也是有一个注意点，就是80系的节点某些免费域名还是不能使用的啊，这个要注意。说了前3套方案都需要域名，第4套方案就是针对那些没有域名的朋友啊，就是 ARGO 临时域名 CDN 优选节点，它的域名要求是不需要域名。同样的，我们打开 AGSB 项目模板3，这里仅 ARGO 临时隧道节点，那这个就非常方便了，我们直接复制，然后粘贴到我们的记事本上面。固定域名和临时域名，它们的脚本区别就在于固定域名它有 AGN 以及 AGK 这2个变量，而临时域名就不需要。而且它这里的端口指定也可以啊，你不指定也可以啊，相当于临时域名你重启一次就重生一次，所以你这个端口写也可以，不写也可以。那我们这里就不写吧。如果你第一次安装，可以复制粘贴，就直接回车了。一模一样的原因啊，因为我原先已经装过了。所以我必须使用更换代理协议变量组命令，在末尾空格输入 REP， 复制，粘贴，回车 OK， 重置协议，然后我们再重新申请 OK， 临时隧道申请成功。如果我想输出聚合节点的话，同样操作啊，我们复制这个命令，粘贴，我
我们输出13个聚合节点。OK 啊，那临时域名这里还是要重点说一下，那它的客户端端口设置要点跟固定域名的是一模一样的，443系加80系，一共13个端口都可以使用。服务器 IP 被强，节点依旧可用。那如果服务器端口被封的话，那这里服务器端口指的就是这里的61946，被封的话无所谓，还是依旧可以使用。那它的使用注意，如果你的 VPS 重启了或者是宕机了，你重新开启 SSH 进入之后，它的临时域名就会被重置，就是这个临时域名会变，你可以重新输出你的节点，或者是你在原来节点的基础上把这个临时域名替换成新的临时域名就可以了啊，节点依旧可用。那这里的话就有一点不方便啊，那很多人因为这个不方便而去使用固定域名，那也可以。如果你的 VPS 够稳定，临时域名也是可以用的。那4套方案就简单的说到这儿，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觉得哪个方便就用哪个。有一些情况下好几个方案都可以使用，那这个的话看大家自己喜欢了。最后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勇哥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